那今天来到热海，这期啊跟鬼怒川是一样的，是反直觉的内容。那鬼怒川呢，看似荒凉，但其实客流很稳定。而如今的热海啊，看起来很热闹，但本质上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海了，甚至可以用死过一次来形容。那这是第一个反直觉。那第二个反直觉就是，很多人以为啊，谁崩得更惨，谁就更容易消失，但实际上刚好相反。那鬼怒川温泉啊，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它没有崩到足以逼自己改变，反而是热海啊，在经历过真正的下跌之后啊，被迫放弃了原本的模式。那有些东西呢，就是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了。现在在它车站外的商店街，第一感受就是人好多呀。现在12点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但是我是一点都不饿呀，所以就等等再说吧，先去拍别的。那在伊豆半岛这块啊，如果看到这种带蒸汽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温泉，也是这边一个特色。不过热海这边的规模都比较小，可以看到都是小的，真正大规模的、特别大的是在伊东。之后去那边的话，再给大家介绍吧。伊东的这种大烟囱啊，可以说在日本啊都排得上名次的。下面拍的是跟本期内容没什么关系，特意来到这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社——来宫神社。来这儿啊，也不是看神社，是因为它里边有一个本州第一的巨木，我是来看那棵树的。来宫神社里人好多呀！对日本神道教体系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啊，看到它的介绍啊，第一反应这可能是出云系的神社，但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它是伊势和出云子结合体，也就是说，它最早是被出云，就是大国主给收编的，但后来吧，又被日本武尊给整合了，所以它是一个混合体，并不是纯的出云系的神社。这就是神社最大看点了，本州第一巨木，号称是有2000多年历史了，是一个楠木。为什么它是最大的看点呢？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里啊，就是神明不一定在神社里居住，但是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些物体上，而这棵神木啊，就被认为是神明依附的那个东西。来说一说啊，这个观念是哪来的？因为现在的人都会直接觉得神社就是给神明建的嘛，神域内的，就是神明住的地方。那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觉得神明是住在这些物体上的？因为以前没有建筑物，没有围墙，没有神像，这些东西都是后世才建出来的。以前人认为的神社啊，就是这种物体，所以才会把神明的居住场所啊和这些物体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明白了吧？这个还不是那棵最大的神木，这是第2大楠木，是1300年历史，也就是最大那棵还得再往里走。现在看到的就是第1楠木了，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个头确实比那1300年大不少。那这种神木在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绕树一周啊，可以延长寿命。所以你看日本人在灵树面前啊，都喜欢绕一圈嘛。那很多人都说热海现在已经活过来了，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应该说是热海死过之后啊，换了一种活法。那也有很多人来这儿拍摄废墟，只盯着海边那些破产长草的大楼，觉得这个城市啊已经快要完蛋了，成了那个时代的遗迹。那这种说法同样也不是很准确，可以说这2种看法只看对了一半。如今的热海啊，早已经不是以前的热海了，所以不能再拿以前去做对比。那如果我们把热海当成一个大型的经营实体，便会发现它这次的复活不是什么死而复生，它只是非常冷静地切掉那个已经坏死、再也不能运转的旧有模式和运营逻辑。那这期内容我们依然不聊那些泡沫经济崩溃论的陈词滥调，
那种把一切推给大环境的做法，只会掩盖最核心的商业问题。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更实在也更残酷的真相：为什么同样是遇到大环境崩盘，热海能从废墟里重新爬起来，而鬼怒川即便客流量还在，却依然处在挣扎的环境里？那这里面涉及的并不是什么运气，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热海最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在最难的时候认清了哪些东西是必须要扔掉的包袱，而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丢的底牌。所以我们要拆开这两个城市的基本盘，看看热海到底是靠什么，在那个所有人都觉得他要完蛋的节点上，通过主动的改变而让自己浴火重生的。那在讲热海是怎么活过来之前呢，还是老规矩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巅峰期，让大家有个直观感受。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去形容当时的热海，那就是疯狂。上世纪60年代热海可以说是全日本功率最强的人口处理场所，那是日本经济最亢奋的时期。当时热海住宿客流达到了惊人的600万级别，那是什么概念如今人气爆棚的草津温泉也才400万上下的客流，鬼怒川1993年刷新历史记录也才341万客流，甚至有统计说60年代的热海突破过1000万人次的大关，那可是半个世纪前，在那个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那我们这里先暂停一下，应该有人发现了为何会有600万和1000万两种说法。这主要是因为热海当地有2套统计数据，一个是入场人次，一个是住宿人次。那咱们回归正题每到周末从东京发出的列车几乎每一趟都是满载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员工团体被源源不断的送进热海。那时候的热海每一间客房都在超负荷运转。那个时候走进热海，你也许听不到海浪声，但你一定能听到大巴车的引擎声和数不清的酒杯碰撞声。这是一个专门为集体主义量身定制的顶级消费场所，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消化掉东京输出的庞大人流。那这种万人空巷的场景给了当时的热海一种错觉，靠着大集体就能躺着数钱的日子永远都不会结束。那这也为后来几乎致命的崩塌埋下了最深的伏笔。那说完热海的巅峰，就要说说它的低谷了。顺便我会把鬼怒川那支影片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数据补上。为何要留在这期说呢？因为这时候说才能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崩溃，才能有更直观的横向对比，也会明白为何说鬼怒川并没有衰退过。很多人说鬼怒川崩溃了，但这种说法在数据面前很难站住脚。鬼怒川最多就是走下坡路，或者是原地挣扎，而热海经历的才叫真正的断崖式崩塌。鬼怒川刨去90年代一直都是200多万的客流量，反倒是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呢，在1993年达到了341万，刷新了历史记录。整个90年代平均在300万以上客流。然而鬼怒川亏损最严重的也就是90年代，因为酒店误判客流会无限增长，不停扩建和贷款，最后发现客流上限就是200多万，于是通过降低利润空间来吸引客流，结果客流量上去了，利润没了。很多酒店就是这样把自个儿玩倒闭了。那这种经营模式没有泡沫经济依然无法长久坚持，因为它解决不了一个核心问题：不停扩建和贷款，不优化服务和交通等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如何不降低利润来突破200多万的客流上限？当你把鬼怒川的问题掰碎了去看你是很难把鬼怒川的现状归结于泡沫经济为主要原因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何为真正的崩溃。热海60年代平均600万客流，80年代仍然保持在500万左右，而泡沫经济破裂后马上跌破300万，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腰斩。2011年呢，甚至跌破了240万。还有一种说法是最惨的时候住宿人数才几十万。这时候我觉得不需要过多去说了，大家也明白什么才叫崩溃了吧？如果这都不算崩溃，那鬼怒川那种连崩溃都算不上。再去想想鬼怒川在这种不愿意改变的环境下还保持稳定的200万客流，鬼怒川真的崩溃了吗？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热海的海边看到的只是一片死寂。那些为了容下600万人而盖出的巨型酒店在瞬间被腰斩，最后只剩下不到1/3的人入住。当时的热海呢，不仅是酒店在倒闭，连最核心的金融机构热海信用金库都差点没挺住。
那时候的热海被全日本媒体贴上了废墟之城的标签。相比鬼怒川的原地挣扎，热海是直接从云端摔到了水泥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这种规模的断崖，足以让任何一个城市直接从地图上被注销。所以呢，今天我的目的很简单，就解答一个问题：既然热海摔得比鬼怒川严重的多，为什么现在的热海能满血复活，而鬼怒川却还在坑里爬不出来？现在是在热海沙滩，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呢，这块是重灾区，很多大型酒店倒闭了。不过现在来看的话，见不到了，基本上都在经营。倒闭的酒店拆的也差不多了，像那个正在拆除中的。现在仅剩的废墟的话，应该是那一片，还有一些大型酒店啊，在那搁置呢。我看看过不过去啊，稍微有点远。在热海港这块可以坐缆车直接上山，山上有一个热海城，但那个城的话，大家不要以为跟历史什么相关哈，就把它当成一个主题公园就可以了。走到这个位置的话就走不了了，只剩下一个车道，没有步行道，所以我真不知道怎么能绕过这个山。废墟啊，大概是在那个位置，不过去不去拍意义不大。那块是封锁起来的，不让人进的，最多是有无人机的情况下呢，用无人机拍一拍。我也没有无人机，所以也拍不了。大家知道位置就可以了。那下面啊，我来用鬼怒川和热海做个最直观的对比吧。首先啊，我们要看清楚两座城市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如何赚钱的。那先说鬼怒川的模式啊，在鬼怒川那支影片啊，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留言。那有些朋友啊，对鬼怒川出现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鬼怒川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胜地。单说景点的话，鬼怒川几乎没有。它最大的魅力啊，就是去住温泉酒店，这是一种单一的住宿经济，客流量啊几乎等于消费总量。去那里不住宿的人啊，占比很低，但不能说没有。就比如我啊，那他以前的经营模式啊，我在影片里说了。靠大型巴士一辆接一辆的把人拉过来住店，走的是团体消费模式。这根梁看着挺稳，可一旦这种集体出游的习惯变了，大巴车不来了，那这根梁啊瞬间就会坍塌。这时候的鬼怒川啊，整座城市就只能趴在那儿等死，因为除了住宿啊，他几乎没准备别的手段来挣钱。但热海啊是另一套双运行模式，它这里虽然也有很多大酒店。但除了这些酒店之外啊，还有很多景点、美食店、商店街来支撑，再加上这里是新干线的停靠站，那些根本没打算过夜，只是过来吃顿饭、拍张照、逛逛商店街就走的散客呀，也是收入的来源之一。那这些散客虽然不怎么住宿，但他们人多，而且天天都有。那这种不依靠单一模式运营的逻辑啊，恰恰就是热海能在大家都认为它要完蛋的时候啊，还能留下一口气的关键。那鬼怒川卖的是停留时间，而热海卖的是经过次数。计划着是转一圈回来尝尝这个布丁嘛，觉得人会变少，但是队伍越来越长了。这个队伍不是最后尾啊，那边才是最后尾，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排队了，我就简单说一说这个布丁吧，因为它是热海复兴打响的最重要的一枪。看似是一个网红产品啊，但是它背后的商业逻辑相当强大呀。年轻人的消费能力虽然没有很强哈，但是他们却掌握着现代社会的曝光度和流量。当你用一个小小的网红甜点把大批的年轻人吸引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担心曝光率和人气了。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热海，是因为那些网红甜点。但真正让热海能慢慢缓过来的关键啊，并不是那些高人气的网红产品，而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迎合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其实早些年，热海和鬼怒川干的是一模一样的生意，玩的是一种把你关起来的生意。你进了旅馆大门，从洗澡、睡觉到吃晚饭，全都在这一栋楼里解决。那这种模式包含了一种强制消费的逻辑，你要买就必须全买，不然就别买。但这种消费观啊，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太不自由了，没法让他们产生拍照分享甚至住宿的欲望。而现在热海最聪明的一点啊，就是他主动把这堵围墙给拆了。
他不再指望每一个来的人都住一晚、吃顿大餐，他把原本那个沉重的、带有强制性的住宿逻辑拆成了更自由、更多元化的路边店铺。他不再强迫你非得留下来过夜，哪怕只是让你在街角买个冰淇淋，拍张漂亮的照片，他这单买就算做成了。那现在的热海不管你是来这儿待半小时还是待半天，哪怕你只是过来充个电、歇个脚，热海也能从你身上赚到这一份钱。他把门槛降到最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你只是路过，他也能赚到你的钱。那旧热海是让你花很多钱，而新热海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花那一点钱。那接下来还是要回归那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了。那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倒霉事都推给泡沫经济，觉得那是老天爷不赏饭吃。但是在商业环境下，这其实是在给自己的错误决策找借口。当年那个大环境对谁都是公平的，大家都面临没钱没人的困境。但热海在日子最难过的那几年做对了一件在当时不能被理解也极其清醒的事儿，那就是承认有些东西已经没有未来了。而鬼怒川的问题是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就像是一个人身上的伤口发生了腐烂，你是打算一直包着它呢，还是打算把它割了重新长？那当鬼怒川那边还在死守的那个我有几千个房间，我早晚能等到大巴车的幻想时呢，热海这边已经开始认账了，他不装了，他承认这些大楼已经没用了，所以他允许那些兜里揣着小钱的年轻人进场，把那些原本死气沉沉的老酒店拆开，变成了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小艺术馆，也可能是小甜品店，或者是只有几张桌子的咖啡馆。他没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已经跟不上消费逻辑的庞然大物上，而是把地皮腾出来，让新的更有活力的东西长出来。那这种主动求变、迎合社会逻辑的态度决定了谁能活下来，谁只能原地挣扎。那这期到了收尾阶段了，讲到这里我们这期到底在看什么呢？通过热海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有时候崩塌可能是一种主动求变和获得转机的时刻。当以前那种老旧的模式已经装不下现代人的时候呢，把原本那个死板的旧模式拆碎砸烂，反而是唯一的出路。而鬼怒川恰恰证明了另一件事：如果你死活不肯认输，非要守着那个已经过时的思考方式拒绝倒下，那代价就是你得永远在原地不停地挣扎。其实最可怕的根本不是什么生意做不下去了，或者大环境变差了，真正可怕的是那种觉得自己永远不需要改变，永远能靠老一套活下去的傲慢。热海之所以能赢就是因为他敢承认那个集体出游、集体铸剑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没去求着那些大企业再发福利，也没去等那些消失的大客车，他选择把自己碎片化，变成一个让现代人能消费玩得起的场所，尽可能的去迎合追求自由自在的现代人。这就是热海和鬼怒川教给我们的东西。世界是在不停变化中的，崩溃不等于死亡。可怕的是有些系统连崩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以为自己不会崩溃。鬼怒川和热海的真正区别不是资源，也不是运气，而是有没有能力在系统失效之前承认它已经失效。别看白天人很多，到了下午过5点，基本全关门，晚上也没什么可转的。现在已经到车站了，那在结尾的时候再说一个题外话吧，就是为什么当年热海会这么火爆其实在车站门口的这个汤就是答案了，过去看一眼。
可以看到它车站门口毒汤写的是家康之汤，这就是答案了。以前热海的温泉啊，可不是普通的温泉，是德川家康本人御用的，别人用不了的。后来到了江户时代呢，到了江户城的德川家康啊，为了能泡这个温泉啊，特地派人把这个温泉搬到了江户城。所以这个温泉啊，它天生自带一个神圣属性和神圣信用，这个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跟神圣搭边儿，就是跟神明搭边儿的东西啊，都会非常有人气。这也是热海复兴的一个关键的点啊。因为它有神圣属性嘛，所以它在开发的时候，在重构的时候呢，很多资本呀是愿意进场的。所以在日本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带神圣属性的东西啊。好了，那这期的内容就差不多了，我准备坐车回家了。这期内容就到这了，谢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